探索中国节日。 khám phá lễ hội Trung Quốc。 我对中国的节日很感兴趣，决定深入了解他们的传统和文化。去年我第一次在中国过春节，感觉非常热闹。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节日，家家户户都在庆祝。我住在上海，朋友邀请我去他家过年。除夕夜，我们一起吃年夜饭，桌上有很多菜，比如饺子、颐和年糕。饺子象征团圆，也代表年年有余。我帮朋友包饺子，虽然包得不好，但很开心。吃完饭，我们放鞭炮，声音很响，街上红灯笼高挂，气氛喜庆。晚上，我们看春晚，节目有唱歌、跳舞和小品，很有趣。第二天，我拜访朋友的亲戚，收到红包，里面有钱，象征好运。春节期间，上海的庙会很热闹，我去豫园看花灯，花灯五颜六色，形状像龙和花。我还吃了汤圆，甜甜的，很好吃。我学到春节是家庭团聚和祈福的时刻，充满传统文化。秋天，我体验了中秋节。中秋节是赏月和吃月饼的节日。我和朋友去公园赏月，月亮又圆又亮，很美。我们吃月饼，有豆沙和蛋黄口味，甜而不腻。朋友告诉我，中秋节是团圆的象征，家人会一起吃饭聊天。我还学了关于嫦娥的传说，觉得很浪漫。公园有灯谜活动，我猜了一个，赢了小礼物，特别开心。几个月后，我去杭州过端午节。端午节是为了纪念屈原，人们吃粽子和赛龙舟。我在西湖看龙舟比赛，船上的人用力划船，观众大声喊加油，气氛热烈。我吃了粽子，有肉和红枣的，味道很好。我还买了香囊，听说能辟邪。端午节让我感受到中国文化的活力和历史。今年我了解了更多节日，比如清明节和七夕节。清明节是祭祖的日子，我和朋友去扫墓，表达对祖先的尊重。天气凉爽，我们在墓地放鲜花，烧纸钱，气氛安静而庄重。七夕节是中国的情人节，我去北京参加活动，街上有很多情侣，卖花和巧克力。我听了一个牛郎织女的故事，很感人。晚上我看樱花，五彩缤纷。旅行结束，我写日记，记录节日经历。我和朋友分享故事，他们很羡慕。我学到中国节日有丰富的文化和历史，每个节日都有独特的活动和意义。我决定继续学中文，参加更多节日，比如元宵节和重阳节。我希望去更多城市，体验不同的传统。中国节日让我更爱这个国家的文化。Phần 2 hành trình học tiếng Trung。 我一直想探索中国城市，了解他们的历史和文化。去年暑假，我从广州飞到北京，飞机很舒服，我听音乐看书。到了北京，我住酒店，房间干净，服务好。第二天，我去故宫，故宫是古代皇帝的家，红墙金顶，壮观极了。导游讲了很多历史故事，我很感兴趣。展览有古代瓷器和画，
我喜欢一个青铜器。走路3小时，我累但开心。下午，我去王府井小吃街吃北京烤鸭和糖葫芦，烤鸭香脆，糖葫芦甜甜的。街上有人唱京剧，声音高，服装美。第3天，我去长城，风景很美。我爬1小时，腿酸但值得。导游说长城保护古代中国，我拍很多照片，想给朋友看。中午，我吃面条，买长城模型做纪念品。晚上，我看历史视频，学到更多知识。第4天，我坐火车去西安，火车快，我看风景和睡觉。到了西安，我去兵马俑，兵马俑壮观，每个陶俑不同，保护秦朝皇帝墓。我学到很多历史，觉得神奇。下午，我去大雁塔，佛教寺庙很安静，我许愿学好中文。晚上，我去回民街吃羊肉泡馍，味道好，羊肉软，馍稀汤汁。我还吃了凉皮，酸辣爽口。夜市热闹，我买了烤肉和胡辣汤，热热的，味道浓。我买了个小陶俑做纪念品。第5天，我逛西安城墙，骑自行车很舒服。城墙很古老，风景美。我还去小吃街吃了肉夹馍，肉香馍脆。西安的饮食文化丰富，历史感强，我很喜欢这个城市。第6天，我飞到杭州，杭州以西湖出名，我去湖边散步，湖水清澈，周围有山和树，风景像画。我坐船游湖，看到桥和亭子，很美。下午，我去龙井村喝茶，茶香让人放松。我买了龙井茶做纪念品。晚上，我吃西湖醋鱼，酸甜好吃。第2天，我去灵隐寺，寺庙安静，香火旺，我许愿家人健康。杭州的生活节奏慢，空气好，我觉得很舒服。旅行结束，我回广州，写日记，整理照片。我和朋友分享故事，他们很羡慕。我学到很多中国文化，像历史、美食和自然。我决定继续学中文，下次去苏州和成都，探索更多城市。中国的多样让我更爱旅行。